去公司实习的第1天，我遇上一件非常离谱的事。我被全公司认成假千金，而我面前的这个女人，说她才是顾氏集团的真千金。大小姐早上好，你要去公司实习了，这是妈妈特意给你选的衣服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哎呀，太麻烦了妈，我是去上班，又不是去走秀。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我们顾氏集团的千金，出门在外，代表着我们顾氏的脸面。去吧，学学。妈妈，我选这件。快去换了，妈妈看看。顾云晓，我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嫁进顾家，成了你的继女，整整照顾了你18年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夺回我的东西。妈，你快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我的女儿是最漂亮的。对了，小小，你爸爸最近出差，你去公司如果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给妈妈打电话。哎呀，我知道了妈，我现在不是小孩了，有什么事儿我都能自己解决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路上慢点儿。徐然，顾云晓已经在去公司的路上，她穿着一身小香风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能解决掉他吗？只要解决了他，顾氏集团就是我们母女的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1周前我就已经以顾氏千金的身份入职了公司，哪怕顾云晓来，公司里的人也不会认。等我除掉了，整个顾氏集团都是我的。你是顾氏集团顾洪博的女儿？我爸跟我说，他前2天刚收购了光宇集团，让我过来实习。可是顾总的女儿早在1周前就已经入职了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我爸就我一个女儿，怎么可能会有其他人？这个是我跟我爸的合照。顾总作为顾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身价100亿，每天和他合照的人不计其数。就凭你这张照片，你就是顾氏集团的千金了？你自己看看，这才是顾氏集团的千金。顾总为了他专门收购了我们公司，这是收购当天拍的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上根本就不是你。真的是我爸？那他旁边的女人又是谁？怎么和我爸爸这么亲密？难道爸爸背着我在外面有私生子？这位小姐，你最好说实话。像你这种投机取巧的，我们公司是不会要。我没有说谎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证明我身份。执迷不悟。顾云晓，你肯定想不到，你的位置早就被我顶替了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等把你给除掉了，顾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喂，爸。喂，小小，入职手续办得怎么样啊？今天顺不顺利啊？不顺利，遇到点事情，有人冒充我身份，提前1周就入职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冒充你的身份？等我出差回来，一定要查清楚。爸，你该不会背着我在外面偷藏什么私生女了吧？哎呦，小小啊，爸爸向你发誓，爸爸只有你一个女儿。好，那我相信你。那我要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，在哪儿？爸爸这几天出差工作，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哪还有时间做其他的呀？
从小爸爸就把我捧在手心里，生怕我受一点委屈。大学前夕，舍友诬陷我毕业设计抄袭，爸爸出现为我主持公道。你们两个和我女儿同一间宿舍，大学4年，不说深厚情谊，起码也有同学情谊吧？我们大学一起相处4年，我没想到毕业你们竟然污蔑我抄袭。以后你们在海城不要再想找工作，任何一家都不会收你们。什么？顾云晓，你不能这样做！完了，我们以后都完了。爸爸从小这么疼我，怎么可能会在外面有私生女呢？好吧，爸，今天我就放过你。要是被我发现你在外面珍藏了什么私生女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好的，那爸爸要先开会了，就先挂了啊。竟然敢冒充我的身份，我一定要亲手把你找出来。哎，我听说有人冒充熙然，称自己是顾氏千金，想借这个名头进公司实习。就是他，胆子真大，连顾氏千金也敢冒充。这种人不把他赶出去，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什么啊？熙然听说了，特地跑到经理面前为这个女人说话，说让她留在公司实习。还专门给他准备了欢迎仪式。什么？熙然真这样说？你还真当真了？熙然那是想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顾云晓是吗？我是光宇集团总经理的助理，我叫张琳。你的简历我们总经理看过了，觉得专业不错，可以进入公司实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还有新同事入职，我们都会准备欢迎仪式，我过来就是带你过去的。我就说我是顾董的亲生女儿，肯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赶紧去吧，那些同事都在那边等着呢。你们不是带我来欢迎仪式吗？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就你这冒牌货，还想要欢迎仪式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好了，大家先停一下，好戏要开始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顾董的女儿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你是顾董的女儿，那我顾熙冉算什么？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我的身份到公司？我冒充你？整个公司谁不知道？我爸爸为了我，特地收购了这光宇集团，就是为了让我能在这里实习。谁冒充谁清楚。丑小鸭想变成白天鹅，你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你给我闭嘴！哼，不过你说的对，可整个公司都知道我才是顾家的千金，你怎么证明你是？这条项链哪来的？这是我18岁生日时爸爸送我的成年礼啊！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我的成年礼，我以为是丢了，没想到是被你偷走了。顾云晓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看过新闻的谁不知道，顾家千金18岁生日那天，顾总特意举办了一场生日宴会，给熙冉庆生。还听说顾董特意花了1个亿拍下这条项链，作为顾家千金的成年礼。你个冒牌货，现在还不承认？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拿到的这条项链，但是你应该知道它的价值。我当然知道啊，知道就好。就凭这条项链的价值，我可以起诉你偷盗。你知道你会坐多少年牢吗？还想让我坐牢？你一个冒牌货，谁信你的话？不行，我得先证明我的身份才行。如果我能拿出证据证明我的身份，他们自然会相信。这个是我和我爸12岁的合照，这个是我和我爸18岁的合照，这个是我和我爸20岁的合照，这个是我和我爸22岁的合照。这些证据还不能证明我的身份吗？这照片上的男人确实是顾董，看着不像假的。可如果顾云晓是顾董的女儿，顾熙冉是怎么回事啊？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？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利用 AI 造假，多简单。就是，你那几张照片肯定是用 AI 生成的，还在这糊弄我们呢。顾云晓，到了现在，你还不承认你是个冒牌货？既然这样，
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这是爸爸？不对，这视频看着不像，难道他用了 AI 换脸？爸爸，哈哈，这不是我宝贝女儿吗？怎么工作时间给老爸打电话呀？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所以打电话看看你啊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要不要爸爸给你主持公道啊？不用，都是小事，我能解决。爸爸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女儿啊？当然是，你可是爸爸唯一的掌上明珠，不疼你还能疼谁呀？可是今天有人在公司冒充我，说她才是你的女儿，让我在公司丢人。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，敢冒充我的女儿？等老爸回来，一定好好收拾他，给我女儿出出气。刚刚我才给老爸打完电话，视频里的环境完全不一样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好了，爸爸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上班呢。好，爸爸挂了。你们看见了吧？刚刚电话里我爸可说了，我才是他唯一的女儿。这视频上确实是顾董，看来熙冉就是顾家的千金。这绝对不是我爸，这绝对是假的。顾云晓，都到这种地步了，还不承认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说不过就开始硬抢，他该不会是神经病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就抓紧自己滚出公司，要是伤到了其他人，你可吃不了兜着走。不是，你这手机肯定是假，我要和我爸打电话揭穿你的阴谋。哎呦，顾云晓，你不是说你是顾家真千金吗？怎么连电话都打不通？顾云晓，你这冒牌货，赶紧滚出公司吧！哎，玲玲，你别这么说嘛，她看起来多可怜呢。顾云晓，我不会让你滚出公司，只要你现在跪下来，给我磕头道歉就行。对，你们给我闭嘴！我爸一定是在开会，才没有时间接我电话。我要给我爸的徐助理打电话。徐助理，我是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，顾家的真千金？云霄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当然是顾董唯一的亲生女儿。听着声音像是徐助理的电话，之前听他的采访，声音和这个一样啊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在哪里受了委屈？要不要我叫一下顾董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搞定。这下你们能相信我的身份了吧？我才是顾家的真千金。顾云晓，你是不是蠢？你刚才污蔑我，说我视频电话是伪造，那你这个电话就不能是 AI 伪造的吗？你少胡说八道！徐助理的声音语气，还有跟我说的话 ，AI 根本不可能模仿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你们两个摁住他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顾云晓，我原本是想好好跟你说，可是你的嘴实在是太臭，我今天给你好好洗洗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真是狼狈啊！顾云晓，你看看这副鬼样子，就好像阴沟里的老鼠，还敢冒充顾氏千金，真是不知死活！你们这样对我，等我爸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一个冒牌货而已，谁会在意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冒充的下场。熙冉说得好，就该给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一点颜色看看。冒牌货，不要脸！冒牌货，冒牌货，不要脸！不要脸！冒牌货，不要脸！不要脸！冒牌货，不要脸！不要脸！冒牌货！死鸭子嘴硬，看来刚刚的教训还是……我应该狠狠地惩罚你，才能让你明白谁才是顾氏真正的千金。爸爸，是爸爸！要是爸爸能派人过来，肯定能证明我的身份。爸爸救我！爸爸救我！小小你怎么了？到底发
生什么事了？爸，派人来公司礼堂救我，有人欺负我！什么？竟然有人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！我看他是不想活了，我马上派人过来。好像真是顾董的声音，难道顾云晓真的是顾家千金？闭嘴！你以为你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冒充我爸？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你们这么欺负我，等我爸来了，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冒牌货就是冒牌货。你们这么欺负我，等我爸来了，定会千倍百倍都还给你们！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命等到你爸爸来了。门口那个人好像是顾董。门口那个人好像是顾董。妈！老婆，小小好像受欺负了，我刚开完会，现在回不去。你现在赶紧去公司去看看。啊，洪博啊，你别太着急。小小是公司集团的千金，公司里的人哪敢欺负她呀？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，解决不了。我现在去看看。好的，老婆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我们是夫妻，别那么客气。这样看来，熙然已经得手。不过顾云晓的情况，洪博是怎么知道？看来我得赶紧过去，早点把事情解决。顾氏集团最高，一定是我和熙然的。妈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女人，她冒充我身份来公司，她把我骗到礼堂欺负我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呀！好，我一定给我的女儿主持公道。妈，你怎么能打我？谁是你妈？一个身份不明的贱种，也配叫我妈？这才是我的女儿顾熙然。你不是我妈，你不是我妈，假的，你不是我妈。这你倒是说对了，我确实不是你妈。顾云晓，你知道吗？你妈早死了，为了有人能照顾你爸才娶了我。不过今天你就能跟你妈团聚了。妈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早点弄完，早点结束。所以今天的一切都是他们母女俩策划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报警！顾云晓，我劝你不要挣扎，越挣扎痛苦的反而越是你。你还敢报警？你还敢报警？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是想把顾家的丑闻报给媒体吗？啊！顾云晓，你这个垃圾，还想把我们一起拉下水？看我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奇怪，怎么没人接？难道事情还没结束，或者是出了什么事儿？顾总，我已经买了最近一班的飞机，2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下了飞机就直接去光宇集团。好。顾云晓，我看你今天能不能等到你爸爸来。你们别嚣张，我爸知道我没接电话，肯定会发现问题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死到临头嘴还硬，真是跟你妈一样，让人恶心。妈，你不是最讨厌这张嘴吗？我这就让他开不了口。你们两个给我摁住他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大小姐，徐助理怎么在这里？你们
快把他藏到幕布后面去。各位同事，这个冒充我身份的人已经被我们处理了，但是我爸爸工作忙，这点小事就不要让他知道。大小姐，夫人，西岸小姐，你们看到大小姐了吗？徐助理，你怎么来了？顾总刚才给大小姐打电话了，没有人接听，很是担心。本想刚下飞机就来，没想到公司有个紧急会议，需要她参加。顾总，先让我过来了。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刚才老顾跟我说过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徐助理，请回吧。刚刚什么在响？没什么，一只猫而已。猫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大小姐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没事吧，大小姐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云霄小姐是顾总唯一的亲生女儿，你们这样对她，不怕顾总知道了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吗？什么？熙冉不才是顾总的亲生女儿吗？徐助理怎么说？顾云霄也是？难道顾熙冉才是冒充顾氏千金的人？闭嘴！我才是顾总的亲生女，不要听他胡说。徐助理，你别以为在老顾身边待了10几年就可以胡乱说话。我记得这个女人，她是你的女朋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难怪她胆子这么大，敢冒充我的身份。原来背后的人是你呀！胡说八道！云霄小姐是顾总的掌上明珠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女朋友？徐助理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我们赶紧走。徐助理，你欺瞒上司，我们顾家是不会要你这种下属。我这就告诉老顾，立马开除你。徐助理，赶快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赶紧过来救我们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妈，要是让爸爸知道我们把郭云晓打成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住手！谁允许你打急救电话的？他不是还活着吗？大小姐已经伤成这样了，再不送去医院，会出人命的。哼，一个冒牌货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谁会在？夫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大小姐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徐助理，你年纪轻轻的，记性不好啊。她才是我的女儿，顾熙冉。徐助理，她确实不是我妈。什么？大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？大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她只是我爸娶回来照顾我的佣人。放肆！你一个不要脸的贱货，还敢这么嚣张！我妈妈是顾氏集团顾董的夫人，那我就是顾氏的大小姐，而这个女人是没妈的野种，什么都不是。我看是顾云晓攀上了徐助理，才敢冒充熙冉的身份。就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我们熙冉识破了。徐助理，赶紧给我爸打电话，再晚走不了。好的。周美，你在我们家18年，养尊处优，什么都不缺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养尊处优？笑话！你知道吗？你这张脸跟你妈长得很像，我每天看你这张脸，我连饭都吃不下。顾云晓，你的好生活马上就要结束，你以后的这些都会是我的。是吗？你怎么那么确定？是吗？你怎么那么确定？顾云晓，你不会这么天真，以为今天还能走出去吧？顾熙冉，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一定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熙然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赶紧把他们处理了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只要你们今天帮我处理了这2个人，等我掌握了光宇集团，在场所有人通通升职加薪，奖金翻倍。熙然，你刚刚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答应我们什么都可以吗？当然，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等处理完顾云晓，你们就等着当我的替罪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，我可以告你们的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顾总，你终于来了！他们快把大小姐打死了！你说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住手！你们2个把我女儿放开！把他们给我拉出去！啊！洪博啊，幸好你来了，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，潇潇可就……妈！周梅，我待你不薄啊！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的女儿？这不是我干的呀！是啊，爸，这些都是公司的人干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的。顾熙然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不是你爸！你给我闭嘴！我不是你爸！顾洪博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她怎么就不是你女儿了？当年要不是你抛弃我，入职宁家，我怎么会成为寡妇？你就这么欠我的？是，你丈夫是因为我死了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对你的债早就还完了。现在，为什么你要伤害我女儿呢？因为他妈，谁让你因为他妈抛弃了我啊？你个负心汉，你哪有脸说你不欠我？你是欠我一辈子，一辈子！我们走。顾总，不能让他们2个走，就是因为他们害得大小姐昏迷不醒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拦我？滚！徐助理，小小要紧，账我会慢慢跟他们算的。小小，醒醒！小小，快叫救护车！小小，你醒了？你感觉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爸，我没事。顾熙然他们母女害了我，你一定要惩罚他们。当然，他们把我宝贝女儿害成这样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可是，怎么了，爸？你是有顾虑吗？咱们家欠周梅一条命，要不然当年爸也不会娶她进门。妈，顾叔叔不会找我们算账吧？你放心吧，他们顾家呀，欠我们家一条命。他要是敢动我们，我就让他顾氏集团破产。可这次没有收拾了顾云晓，下次再想可不容易了。你放心吧，当初要不是你爸替顾洪博挡了一砖，他哪有命发展顾氏集团？所以顾叔叔就娶了妈妈。放屁！明明当初我跟顾洪博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就是因为他看上了宁家的家产，做了宁家的上门女婿，不仅抛弃我，害得我成了寡妇。所以顾氏集团就有我们的一半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不能便宜了顾云晓。我们一定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不能便宜了顾云晓。可是妈，这次被顾叔叔发现了，我们下次再想对付顾云晓，怕是不容易了。放心吧，妈留有后手。顾洪博，既然你对我无意，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。所以你是说，当年顾熙冉的爸爸救了你，所以你才娶周梅的吗？对，一方面是因为熙冉他爸赵青，另一方面，当年那栋建筑也是赵青督造的，谁知道他贪得太多，导致工程不达标，最后才出现了事故。那是赵青他咎由自取。是啊，我们本身也不欠他们的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当年也是看他们娘俩可怜，再加上你4岁的时候你妈刚走，没人照顾，我才和她结婚的。我给她和她女儿优渥的生活，让她照顾你。可是爸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顾熙然？那是我要求的，我怕周梅因为亲生女儿的缘故而忽略你，所以结婚后我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顾熙然只能生活在外面，不能跟你见面。可是当时顾熙然和爸爸通话的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今天在公司的时候，你有跟顾熙然通过电话吗？没有啊，我只跟你打过电话，打完电话爸爸就出去开会了。是啊，今天早上顾董一直在开会，我一直陪在顾董身边，除了小景，没有跟任何人通过电话。看来那个视频就是顾熙然用 AI 做的。徐助理，你一会儿去整理一份离婚协议交给周梅，她这么对我女儿，我要让她滚出顾家。好的，顾董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小小，这段时间你先在医院养病，等周梅母女走后，你再回家。好。爸爸还有工作要忙，你有事情就打电话给徐助理。爸，工作再忙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身体。小小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爸爸了，爸爸很开心啊。爸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这是顾董让我交给夫人的，夫人好好看看。顾洪博什么意思？想要赶我走？夫人，今天你对大小姐做的事情，顾董没有报警，只是跟你提出离婚，已经是网开一面。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，对你和你女儿都不好。你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这是好言相劝。只要你在这协议上签字，顾董愿意赔偿1000万，保证你和你女以后的生活。要是不行，顾董不介意。1000万，真是太好笑了。顾洪博欠我爸一条命，1000万能买一条命吗？带我去见顾洪博，我要见。顾董是不会见你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周梅，你不要太执迷不悟，顾董会直接报警的。照着顾熙然对大小姐做的事情，让他坐牢也是有可能的。妈，放屁！他要是敢，我就毁了顾氏集团，让他一无所有。把他给我拉下去！熙然，你现在去找顾云晓，我去找顾洪博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放心吧，妈，我这次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乖女儿，你要知道，妈妈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一定好好的。我知道了，妈。把他从床上给我拖起来。是。顾熙然，你要干什么？顾云晓，等会儿你就知道要干什么了。放走。顾洪博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你都要跟我离婚了，我就不能来吗？我要来问问你，你欠我的债还完了？周梅，你是知道的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我的错，还是赵青的错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只知道我死了老公，死在了你顾家的工地上。当年要不是赵青贪污，工地上是否会出问题吗？那也不全是他的责任。我当然知道，不然事故之后，我还这么帮你们娘俩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伤害了小小，我不能留你在顾家，我给你1000万，我们俩离婚。1000万？离婚？不可能！要想离婚，给我顾氏集团10%的股份。妄想！周梅，这么多年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你伤害了小小，还狮子大开口，你想都不要想！
顾洪博，你想清楚再说，有可能你以后都见不到你的宝贝女儿了。周梅，你对小小做了什么？周梅，你个贱人，你竟然敢绑架我女儿！是你先对我不仁的，那我就对你不义了。快告诉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！快说！想知道你女儿在哪？行啊，先给我签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，签上字，我自然会告诉你女儿在哪。顾董，不好了，大小姐被顾熙人给绑架了。徐助理，去开一份股权转让说明书。顾董，快去！顾熙然，你竟然敢绑架我，让我爸知道，一定会让你坐牢的！顾云晓，你眼瞎吗？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处境，你还敢对我这么算账？顾熙然，我知道你妈一直对你爸的死不能释怀，可这几年我爸一直让你和你妈衣食无忧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说出来，为什么非要这样对我？看来你爸已经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你了，那你觉得1000万就能弥补我们了吗？顾熙然，你不要太贪得无厌，当年的事情你爸本来就有责任。贪得无厌？顾云晓，我妈在你家照顾了你整整18年，而我呢，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，每天面对的只有保姆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守在饭桌过年，这孤独的滋味你尝过没有？我知道是我爸让你们母女分离18年，可如果没有我爸，你想想你现在过的什么生活？每天为1日3餐奔忙，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闭嘴！哼，我不跟你争了那么多，你们两个拖过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顾家千金，顾熙冉给你们多少钱？我给双倍钱，不，给你们3倍。你们两个还犹豫什么？赶紧动手！两位大哥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爸真的是顾氏集团总裁。你们今日放了我，后半辈子你们一定衣食无忧。现在签完字了，可以告诉我女儿到底在哪儿了吧？你着急干什么？快说，不然你别想拿到1分钱。就在医院天台。徐助理，快点准备车，马上去医院的天台。是。快点解决顾云晓，顾洪博马上赶过去了。这位小姐，你开出的条件确实让我们兄弟2个心动，可是谁知道放了你之后你会不会反悔？就是，相比虚无缥缈的承诺，还是拿在手里的钱更实在啊。赶紧把他拉过去，拉过去之后赶紧把人给扔了，马上就要有人来了，我们得快点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住手！放开我女儿！爸，这真的是顾氏集团的顾董，确实和电视上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们先冷静一下，顾熙冉花多少钱雇的你们？我出3倍，只要你们能放了我女儿。你们两个蠢货，你们都已经绑架了顾云晓，他会放过你们？赶紧给他丢下去！你们两个先冷静一下，只要你们能放了我女儿，我可以考虑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。不要信！顾熙冉，我对你十分失望，你怎么能够绑架云晓，还这样对她？顾叔叔，之前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生父亲，可是你呢？你就对我爱答不理，于是给我点钱，就把我打发了。熙冉，叔叔知道之前太过于忽略你了，叔叔知道错了。你能不能先让他们把云霄给放了？你要什么都行，跟叔叔说。不行，
你知道，每次看见你们其乐融融，我就像一个小丑一样躲在角落。但是他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顾熙然，我从来没有抢你的东西。这些年我爸对你、对你妈难道不够好吗？让你们衣食无忧，生活不愁。你们现在就是贪得无厌。你闭嘴！顾云晓，衣食无忧。我说，这些难道不是因为你可怜我，才施舍给我们的吗？我没有，我之前都是真心对待你们娘俩的。我不信。刚刚我已经给你妈妈转了10%的股份，你去问问你妈妈就知道了。把他们带走，交给警察。顾云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顾熙然，小小不欠你，你要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，把他给我带走。住手！住手！放开我女儿！妈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顾伯伯，你要把我女儿带去哪儿？顾熙然蓄意绑架我女儿，还非法殴打和囚禁，我要让他坐牢，在牢里好好反省，好好想一想自己做的这些事儿。妈，我不要坐牢。你想让我怎么做才能放过我女儿？要他给我道歉。你身上经历的伤痛，我要他都经历一遍。我要你那10%的顾氏集团股份。行。妈，你不要我了吗？熙然，妈妈不是不要你，你想啊，咱们手里握着股份，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。可是，妈妈，我马上就要去坐牢了，股份对我有什么用？你别怕啊，妈一定想办法救你的，你等着。顾熙然，赶紧带走。妈妈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一定要救我，妈！周梅，股份你已经拿到手，现在可以签离婚协议了吗？哼，想要我签离婚协议？可以啊，放了我女儿。周梅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要不然这10%的股份，你也就别想要了。协议都签过了，你还想恐吓我？切！哼，我就是知道你会出尔反尔，所以我早就做了准备。顾洪博，你动了什么手脚？股份转让协议我是签了，但是那份协议上我还没盖章呢。只要我不盖章，那份协议就不会生效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小小，你受苦了，爸爸扶你下去。小小，你先休息，让医生检查看看身上还有没有伤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我没事儿，你先去忙吧。周梅，只要签了这份离婚协议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我和云晓。顾洪博，既然你这样冷酷无情，那就不要怪我不仁不义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们。文件你还没盖章呢。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周梅啊，我知道你的，你吃不了苦。虽然熙然已经坐牢了，可只要他在牢里面好好反省，我会让他提早出来的。哼，用不着你假惺惺的，我看着恶心。
过了这么多年，你的性子怎么还这么直？我一会儿跟律师说，你现在住的那栋别墅我不要，给你了。毕竟你也住了这么多年。哼！唉，这2次实在吓死我了。我得在医院看着小小，等他好的差不多了，我再回公司。好的，顾总。还有，你一会儿亲自过去，看着顾熙冉入狱。知道了，顾总。哦，还有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及时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顾总。走吧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担心你，我就在医院看着你，等你好了，爸就回公司了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顾董，大小姐身上有基础挫伤，额头受到了重击，外表看着不严重，可是稍后做个检查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医生，那这头上的伤……顾董，你别担心，我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，大小姐神志清醒，没有头晕呕吐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那就行，谢谢医生。顾董，既然没其他事，我就先去给大小姐开检查单去了。云晓啊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难不难受？我没事了，爸，医生都检查过了，你放心吧。难道是顾熙冉那边出事了？顾董，不好了，快看新闻！什么新闻？怎么回事？徐助理，你好好说清楚。周梅她在记者面前说，顾氏集团当年害死她丈夫，现在还把自己女儿送进大牢，说您是忘恩负义之辈。什么？怪不得刚才走的那么干脆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副董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如果放任这些舆论在网上发酵，对集团很不好。顾熙冉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送进监狱了。那就行，你现在先回公司，我一会儿就到。阿笑，爸爸陪不了你了，先回公司了。怎么了，爸？是顾熙冉的消息吗？是。周梅在网上发布了不利集团的事情，我得赶紧回去处理。爸，这个手机里面是当时顾熙冉欺负我的录音，本来想到时候交给警方做证据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你更需要他。小小，你这次可是帮了爸爸的大忙啊！等你痊愈了，爸爸再好好感谢你。爸爸先走了啊。顾董，网上的信息已经删得差不多了，但还是有不少人知道，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。这个手机里边有一段录音，把这个录音给发到网上，附上我和周梅的离婚协议书，并以侵害公司名誉罪起诉周梅。好的，顾董，我这就去办。顾洪博，看你这次怎么办！哼，我的熙冉，你再等等，妈妈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顾云晓，你知道吗？你妈早死了，为了照顾你，你爸才娶了我。今天你跟你妈终于可以团聚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会这样？顾洪博，一定是顾洪博！顾董，舆论已经扭转，顾氏集团的股票已经稳定了。那就好。周梅那边呢？怎么样了？被警察带走问话了，我也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周梅这次跑不掉了。不过，怎么了？顾董，手机里面的视频影响太大了，我担心对大小姐造成不好的影响。
我顾洪博的女儿没有那么脆弱，等她病好了，我亲自带她去光宇集团，让她直接接手和管理公司。现在备车去医院看看小小怎么样了。好的。小小，你都看见了吧？我看见了，他们母女也算是咎由自取。好了，不说那些了，等你病好出院，我亲自带你去光宇集团，让你接手集团管理。爸，先不着急去光宇集团，我想去看看妈妈。哎，是爸爸不好，总觉得你小，一直没有告诉你真相。18年了，也该带你去看看了。等你病好了，爸爸就带你去看看你妈妈。爸，周梅和顾熙冉的事情虽然已经有着落了，舆论也已经扭转了，可我这心里还是空落落的。小小，你是不是还在怪爸爸？怪爸爸当年没有保护好你妈妈，也没有早点看清周梅的真面目。爸，我不怪你，只是我想见我妈妈。都18年过去了，我甚至记不清她的样子。您之前说我病好就带我去见她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妈妈就葬在郊外的青松园，那里很安静，风景也好，她一定很想见你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我要告诉我妈妈，她的女儿活得很好，好好的活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不过你的身体……哎呀，我没事儿，爸，只要能见到妈妈，谁都不算什么。好，依你。徐助理已经准备好车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爸，到了我妈的墓前，你能跟我讲讲我妈的事情吗？我想好好了解她。当然可以啊，你妈妈是个温柔善良的人，她最疼你了。那时候你刚出生，她就整夜的抱着你，生怕你哭出一声啊。我们走。爸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么多，我妈一定很爱我。傻孩子，你是爸爸的命根子，也是妈妈的宝贝，你只要好好的，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心的。顾董，大小姐，这是光宇集团的财务报表和人事调整方案。按照您的指示，我已经把周梅安插的人全都清退了。辛苦了，徐助理。不过关于光宇集团的管理，我有个新的决定。爸，什么决定？小小，你也不小了，大学毕业也有一段时间了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明白，再也不能把你藏在身后了。我准备让你正式接手光宇集团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光宇集团的执行总裁。啊？可是我没有经验啊。经验是可以积累的，你有聪明的头脑，有善良的心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顾家的女儿，你有这个资格。我会让徐助理全力协助你，直到你完全上手。是的，大小姐，我会毫无保留的都交给你。好，爸，既然你这么相信我，那我就试试看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我要彻底改革光宇集团的企业文化，我不想再看到像周梅、顾熙冉那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。我要让光宇集团的企业文化变得正直、透明、诚信。好，爸爸支持你，这才是我顾洪博的女儿。张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顾董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们原谅我吧。张琳，起来说话。我不敢，我知道我之前跟着顾熙冉欺负你，是我鬼迷心窍。现在我被公司开除了，找工作处处碰壁，家里还有生病的老母亲要养，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张琳，当时你可是很嚣张啊，怎么现在知道后悔了？顾董，我当时也是被顾熙冉威胁的，他说如果我不听话，就会让我在海城活不下去。
我一时糊涂才做了这些事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。张琳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不是犯错，而是没有底线。你当时为了升职加薪，甘愿成为顾熙冉的帮凶，对我栽赃陷害，那个时候你想过后果吗？我想过，但我太贪心了。人都有贪念，但关键在于能否守住底线。这样吧，我会给你个机会。真的吗，大小姐？你愿意给我机会？对，不是回光宇集团，我会给你推荐一家公益机构工作，那里工资不高，但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如果你能在那工作满1年，证明你真的能改过自新，那个时候再回来找我。谢谢大小姐，谢谢顾董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。小小，做得好，给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。爸，我相信人性本善，只要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头的。顾总，大小姐，打扰了。王鑫，怎么是你？你也是来求情的？是当我没脸见你，但是我听说您给了张琳机会，所以我也想来试试。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王鑫，当初你可是最积极的，推搡云晓，按着他把头往水里按，这些事儿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梦见大小姐那张绝望的脸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恨不得时光倒流，回到那天阻止我自己。后悔是有用的，但行动更重要。王鑫，你和张琳不一样，张琳是被威胁利诱，而你是主动作恶。你觉得我凭什么再相信？大小姐，我不求你马上相信我，我愿意去最苦最累的地方赎罪。您可以派我去工地搬砖，去扫大街，只要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别跪了。谢谢大小姐。这样吧，有个养老院刚好缺护工，工作很辛苦，还要照顾失能老人。如果你愿意去那里做义工，坚持半年，没有工资，只管吃住。如果表现好，我再考虑其他。我愿意，谢谢大小姐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小小啊，你的心胸越来越宽广了，爸爸为你骄傲。爸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如果给他一个机会，能改过自新的话，我相信能够拯救2个家庭。顾董，大小姐，出事了！周梅在看守所里绝食抗议，声称自己是冤枉的，还扬言要爆料更多顾氏集团的黑幕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不死心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想翻身。徐助理，他所谓的黑幕是指什么？具体内容有吗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他不肯见律师，只要求见顾董您。他说只要您肯见他一面，他就停止抗议，并说明一切。贱女人，她就是想故技重施，想用那些陈年旧事来威胁我，做梦。爸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见一见他。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黑幕，但是万一他公布这些断章取义的东西，对公司的声誉还是有影响的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小小，那个女人疯起来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你刚接手公司，万一对你不利。爸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可是光宇集团的总裁，代表的是顾家的脸面。如果我连一个阶下囚都搞不定，以后怎么管理公司？况且有您在，有徐助理在，我还怕什么？大小姐说的对，我会安排妥当，确保您的安全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，那爸爸就陪你去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去看守所。好，我要去看看这个女人她能耍什么花招。简直是不可理喻！那个疯女人竟然编造说我当年为了吞并赵青的公司，故意制造的工地事故。这种谎言她也能说得出口？爸，您别生气，她这是垂死挣扎，想拉您下水。不过她手里似乎真的有当年的旧账和文件，虽然不能证明什么，但是足以引起媒体的猜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任由她污蔑吗？当然不，爸。
你还记得当年我给你的那些工程档案吗？我想是时候把它们拿出来，真相永远是最好的反击武器。你是说公布当年所有的调查记录和验收报告？对，不仅要公布，还要邀请第三方权威机构重新检测。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，顾氏集团从来都是清白的。至于周梅，她的谎言一定会不攻自破。好，小小，你考虑的周全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这次一定要彻底粉碎他的阴谋。好，我现在就通知徐助理，让他联系记者，开新闻发布会，同时联系几家权威的媒体和检测机构。曾经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女孩，现在已经独当一面了。爸，都是有您在我的身后，我才可以这样做。针对周梅女士的不实指控，我们顾氏集团在此做出郑重声明：当年的工地事故纯属意外，且主要责任在于施工方的违规操作。这是当年的详细调查报告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最新评估结果，欢迎大家查阅。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做出监督，但是绝不容忍任何的诽谤和捏造。说得好，小小，真有你的。大小姐这番话掷地有声，我看那些人啊都被镇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顾氏集团果然问心无愧。这个周梅真是疯了，为了救女儿，什么谎都撒得出来。这是顾云晓。终于结束了，爸，看来现在舆论已经完全反转了。是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小小。如果不是你果断决策，公司可能又要陷入一场风波了。爸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周梅现在怎么样了？刚才看守所传来消息，说周梅看到直播后精神崩溃，已经停止绝食并且进食。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没有翻盘的可能了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他要是早点认清楚形势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爸，就让他在牢里好好反省吧，毕竟他也照顾过我18年，虽然动机不纯，但是付出的辛苦是真的。小小，你总是那么傻，不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以后在公司也要记住这一点。放心吧，爸，我有分寸。是小小小姐吗？您是？小小小姐，我是李婶啊。以前在你妈妈生前，我是在你家做保姆的，看着你长大的呀。李婶儿，您是那个会做桂花糕的李婶儿？对对对，就是我，我就是给你做桂花糕的李婶儿。李婶儿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顾董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小小小姐，长得真像她妈妈，我忍不住就想过来看看。自从太太离世后，我就回了老家，这些年一直惦记着你们。李婶儿，怎么不早点联系我们？我怕打扰你们，听说家里来了新的女主人，我怕……李婶儿，是我们疏忽了。周梅进家门以后，就把家里的老人都打发走了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不说那些了，看到小小小姐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我这次来是想把这个交给小小小姐。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太太去世前特意把这个交给我，让我保管好，等你长大了再给你。她说这是外婆传下来的，能保平安。妈，这东西还在呀。李婶儿，谢谢你帮我们保存了这么珍贵的东西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只要小小小姐平安幸福，我就满足了。好香啊，李婶，好久没闻到这个味道了。是啊，自从你妈妈走后，咱们家就再也没有做过桂花糕了。来尝尝，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？好吃。李婶，你的手艺一点都没退步。好吃就好，以后要是想吃了，我随时来做。李婶，你以后就住这儿吧，家里正好缺个知心的人。你也算是家里的老人了。这怎么行？太打扰了。是啊，李婶，你以后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，你就来这儿好吗？我有生之年能回到这个家，真是老天开眼了。
哈哈，欢迎李婶回家。顾总，大小姐，有个紧急情况，光宇集团的大客户刘总突然提出终止合作，理由是听说我们公司内部动荡，担心影响产品质量。刘总，那可是我们最大的客户，怎么突然变卦？一定是因为周梅的闹剧影响了我们的声誉。虽然新闻发布会澄清了事实，但是还是有些疑虑需要时间来消除。那怎么办？如果刘总真的终止合作，对公司的损失不可估量啊！徐助理，爸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亲自去拜访刘总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拿出实力和诚意，他一定会相信的。小小，刘总可是出了名的难缠，你一个人去？放心吧，爸，我现在可是光宇集团的总裁，我有能力，也有责任去做这件事情。况且，我身后也不是我一个人呀，我有整个团队呢。大小姐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准备所有的资料和数据，证明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稳定性。哦，那你小心点，有事情随时联系。我先走了，爸。怎么样？刘总那边谈得顺利吗？还算顺利，虽然态度强硬，但是他看到我带过去的样品和数据之后，态度有所松动，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但是他要求我们提供额外的质量保证协议。那就好，只要能保证合作，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商量。是啊，不过这次的事情给了我一个提醒，我们不能只靠之前的生意来做生意，我们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一套质量监控体系，让客户真正放心。说得好，小小，你现在的思维越来越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。唉，企业家不好当呀，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没关系，还有我呢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爸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只是有时候觉得好累。累了就休息休息，公司的事情明天再说。今天晚上爸爸陪你聊聊天，放松一下。顾总，您好，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小林，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接受我的采访。小林记者客气了，请坐。顾总，最近关于您的报道还是很多，大家都很好奇，您作为顾氏集团的新一代的掌门人，您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？我的想法很简单，第一，坚持诚信经营，质量要过关；第二，推动企业创新，适应市场变化；第三，承担社会责任，回馈社会。说得太好了。那么对于之前周梅女士的事件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您个人又有什么影响？对我来说，这件事情是一个成长的历练，它让我明白了人性的复杂，也更加让我坚定了守护正义的决心。不会让过去的事情影响未来，只会让它变成我未来坚定的目标。顾总真是年轻有为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您觉得女性在职场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我觉得是韧性。虽然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强壮，但是她们更有耐心，更懂得倾听，更容易在困境中坚持下去。非常感谢顾总的分享，相信您的故事一定会激励很多年轻人。谢谢小林记者的采访。小小，你刚才说的真好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。爸，我这都是跟你学的。顾总，好消息！刘总刚才打电话，说是对我们新质量保证协议非常满意，不仅要续签合约，还要增加订单量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这下可以放心了，小小，你立了大功啊！是啊，顾总。刘总还说要把我们公司推荐给他的朋友，说对我们的产品质量非常信任。看来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诚信果然是最好的通行证。商场如战场，但是最终赢得人心的还是品质和信誉。小小，你做得好。爸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我们还要做得更好，让光宇集团成为行业的标杆。有顾总带着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小小，你看这毛衣给你织的喜欢吗？
哇，李婶儿，你手艺太好了，这可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呀！喜欢就好，天凉了多穿点，别冻着。李婶啊，你把小小当亲孙女，我都吃醋了。顾总，您吃什么醋啊？小小就是我的亲孙女儿，李婶儿就是我的亲奶奶。对了，小小，过几个月就是你生日，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？哎呀，我没有什么想要的生日礼物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，我就都满足了。好，平安最重要，那就听你的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强。顾总，这是下个月的国际商业峰会邀请函，主办方还特意邀请您作为青年企业家代表发言。国际商业峰会，这可是大场面啊！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应该去，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顾氏集团的风采。可是我从来没在国际场合发过言，我怕什么？你连周梅那种疯女人都能对付，还怕那几个外国商人啊？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是啊，顾总，我们会为你准备演讲稿，并且会安排专门的礼仪培训。好，那我去。我不仅要去，我还要讲好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年轻企业家的风采。这才是我顾洪博的女儿。来，为了小小即将参加国际峰会，为了顾氏集团的美好未来，干杯！干杯！爸、李婶、徐助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。要是没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，就没有今天的顾云晓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一起携手同行。小小，你是最棒的，奶奶永远支持你。跟随顾总是我们的荣幸。一家人一辈子。